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凤青儿觉得同萧炎的战斗自己肯定是稳赢的，毕竟萧炎才9星斗尊，而自己已经3转斗尊巅峰了。但实际上呢，他的实力是靠外物提升暴涨上来的，而且并不稳固。萧炎看到凤青儿那漫天彩色绸缎却华而不实的招式时，忍不住的摇头，仅用一火裹住全身，那彩绸就靠近不了他分毫。凤青儿见萧炎那闲庭信步、无比惬意的样子，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。他决定直接放大招天皇影。数百丈庞大的天皇虚影在天际之上成型时，萧炎确定了凤青儿暴涨的实力必然与那远古森林的天皇遗骸有关系。只可惜萧炎受死吧。看着杀招距离萧炎越来越近，凤青儿充满着恶意的冷喝道。对此萧炎却是淡淡一笑，并未做任何的闪避动作，任由那天皇虚影撞击到了自己身上。一阵刺眼的金光爆发之后，萧炎所站立的地方烟尘弥漫。凤青儿见此兴奋极了，她甚至已经准备好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了。可惜下一瞬，一道金光猛地自那烟尘弥漫之地掠出。凤青儿看清萧炎的样子时，就见对方不仅没事，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褶皱一点。不等他反应过来做出有效防御，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就陡然在石台之上响起，旋即凤青儿就上天了，也就倒飞出去了上百米吧。等他停下时，众人才看到那原本吹弹可破的俏脸上，此时已经被一个血红的巴掌印完美的覆盖着。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儿的凤青儿难以置信地看着萧炎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脸后，当场就给气得晕了过去。萧炎这一巴掌把人打飞，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操作，令得在场不少的围观强者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够彪悍，这么漂亮的美人换做老子还真打不下去。一壮汉男道，嘿嘿，我喜欢2个人的时候偷偷打。一旁的猥琐老者怪笑道。听着周围的议论声，萧炎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随意地甩了甩手。对于这个想杀他的女人，这一巴掌算轻的。混账！天妖皇族的一群人反应过来萧炎做了什么以后，一个暴起就想干架，还是彩童男及时出声制止了他们，只叫人将凤青儿扶回来。随后彩童男看似表扬，实则阴阳的说萧炎实力不错。萧炎才不惯着他呢，直接就怼他不是个东西，想要试探别人的实力就自己出手呗，让个女人出面算什么？无力反驳的彩童男只觉得胸口一阵气闷，但他还是反应极快地表示下一次自己一定会亲自动手。被威胁了的萧炎毫不在意，留下一句随时恭候，就头也不回地找他家亲亲薰儿去了。殊不知他转身时，那彩童男将手中的玉佩都给捏成了粉末。嘿嘿，够狠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你打女人。看到那带着一群人走来的萧炎，古华冲着他就竖起了大拇指。萧炎无奈一笑后，冲着古清扬等人拱了拱手，随后将目光看向了薰儿。萧炎哥哥，这次倒是来晚了许多啊。见到萧炎目光望来，薰儿有些意味不明地轻笑道。随后美眸一转，看向了萧炎的身后，薰儿又道，这位想必便是彩玲姐姐了吧，经常听萧炎哥哥提起你。薰儿此话一出，彩玲顿时就愣住了。其实在加玛帝国时，萧鼎就同彩玲打过防御针了。彩玲也明白，若非是岩浆世界里的那场意外，自己同萧炎也走不到今天。只是这有点类似于第三者的尴尬，让彩玲感到很不自在。不过她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。作为造成如今尴尬局面的始作俑者，萧炎当然是更不自在了。故意干咳了一声后，萧炎就招呼众人在一处地方坐下。此时古清扬等人也回过味儿了，再看看萧炎身后跟着的一群人中，大多都是女的，而且还有几位容貌格外的出彩。这个萧炎还真是想坐拥其人之福不成？古清扬等人瞬间觉得心里不舒服了。
薰儿在古族那是什么地位？那可是无数优秀族人心中的女神。如今萧炎顺利得到了薰儿的心不说，现在居然还想着其人之美，简直太过分了。但是薰儿都没有因此发难，他们也没有立场说什么。此时的薰儿呢，正温婉有礼地与萧炎身后的众人各自打着招呼，只是在看到纳兰嫣然时，却微微顿了顿。说起来，二人上次见面还是纳兰嫣然盛气凌人的来萧家退婚的时候。纳兰嫣然现在都还记得自己临走时薰儿说的那句话：纳兰家的小姐，希望你日后不会因为今日的大小姐举动感到后悔。如今的纳兰嫣然的确是后悔了，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给她吃。萧炎哥哥，这次来蛮荒古域也是为了菩提古树吧？一圈介绍完，薰儿才看向萧炎道：萧炎连忙点头，心里却想的是自己太对不起薰儿了。毕竟他明白薰儿表现得如此平静，只是不想因为这种事吵闹而让自己伤神。从这里一直向前，便可以进入蛮荒古域深处，菩提古树就在那里。薰儿指着古玉台的北面轻声道：不过想要抵达菩提古树那里很困难，因为在距离这里100里之外有凶兽大军坐镇着，他们将深处团团围绕，我们要进去就必须闯过这片凶兽海洋。这几日时间我们这里的人都试过了，不过最后全部被中途拦了回来。薰儿微微抬起脸颊缓缓道：先前闻到的血腥味儿原来是这么来的。萧炎恍然大悟，捋了捋额前的青丝，薰儿又同萧炎说起了现在的局势。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势力有能力穿过兽巢，魂族有人提出了暂时联盟的说法。此人是魂族如今年轻一辈之中号称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魂族族长的2人之一，名为魂玉。萧炎顺着薰儿的视线看去时，就见一位极为温雅的长发黑衫男，看了看其面带微笑，与几位不知道是哪个势力的强者谈笑的样子，萧炎默默地将他归为了危险那一类。俗话说得好，咬人的狗不叫。那黑衫男似是察觉到了萧炎的目光，偏头就冲着萧炎善意一笑。萧炎微微眯眼后没有理他，转头就看向了薰儿道：一个很危险的家伙。的确危险，据我们得到的情报，魂族的内部竞争非常残酷，而这魂玉自出生以来未曾一败。另外他还拥有着魂族的神品血脉。薰儿有些凝重的道。缓缓地点了点头后，萧炎决定将魂玉从危险名单上划拉到必杀名单里，因为两者的立场不同，注定是敌人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啊。此次是否又要开始大举冲进兽巢？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萧炎道：到时候我们的人便汇聚在一起吧，人多一点总归是要安全一些的。点了点头后，薰儿道。闻言，萧炎想再说些什么，然而魂玉的轻喝声却是突然在广场上响起。魂玉洋洋洒洒地说了很多，主要意思就是宣传他的理念，大家拧成一股绳，冲进兽巢才有机会撕破防线，不然的话菩提古树就别想了。魂玉说完之后，广场上并没有人吭声，大家都有所防备和顾忌。还是彩童男第一个出声表示支持后，场中才嘈杂了起来。有了彩童男的起头，当下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点头应是。这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着痕迹地瞥了彩童男一眼，萧炎吐槽道。古清扬闻言笑了笑，随后为萧炎科普道：彩童男名为九凤，是已经确定的下一任天妖皇族族长。他的那对彩童是修炼功法所致，罕见且诡异。古清扬这边在为萧炎科普时，魂玉已经做好战前动员了，随后便迫不及待地宣布，此时正值晌午，乃是凶兽最为慵懒的时刻。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们现在便动身。之后魂玉一声大笑，身形就率先对着北方天际飞掠而去。薰儿等人见状也准备跟上，只是出发前薰儿叮嘱萧炎他们待会儿闯兽巢时都小心一些。
毕竟这里的人即便是都汇聚在一起，能够成功闯过的也不足1/10。那魂玉与九凤其实也是很清楚这点的，搞什么联盟，不过只是想借这些人的力量尽可能的深入兽巢罢了。等时机到了，他们就会凭借各自的力量趁势突破，而其余的人大多都会成为凶兽的口粮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呢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，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